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系列《战争之侠》的棋谱分享。这个系列其实我很早就有想法想要做，但是因为一些私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才结束了基础的公开赛，所以一些关于基础对局的研究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分享出来。那现在基础公开赛已经结束了，并且下一场是全扩比赛，所以我觉得这边再分享开出来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说我就拖到了现在才分享出来。然后我知道老四脱口秀他们那边也分享过两个对局，但是我其实看了啊，我觉得老四分享的不够彻底吧，然后他给了大家一些思路，但是没有很仔细的跟他讲过。我现在相对来说会做一个非常相对仔细的棋，那我从思路上来说，我就借鉴了他，先拿第一个对局就是狂战士，这里注意是先手狂战士面对后手的雇佣兵和战斗牧师的组合。为什么拿这个对局先讲呢？其实我打到现在来说，应该也还是相对来说觉得这是一个打狂战士最有利的一个对局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狂战士是一个在这个游戏当中最强力的一个单位，导致我们从一开始接触这个游戏，如果大家开班的话，很有可能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打赢狂战士而把它搬掉。所以说，其实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来说，大家对狂战士的研究是缺失的。是落后的。可以说是因为搬选的机制导致大家会搬掉狂战士，从而进入一个没有人去研究狂战士，从而也就导致大家不知道哪些对局是狂战优势，哪些对局是狂战劣势，基本上全靠猜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在本次赛事就是基础公开赛之前，我把所有能想到可能对狂战优的对局全都拿出来测试了一遍，包括狂战应该怎么打，然后都做到心知肚明。那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这个主题我将会分几期，看进度，分几期。主题是战斗牧师雇佣兵对战狂战。这一期我会把双方都只带白板的情况来说，来把它分析完。我们看一下狂战士和战斗牧师雇佣兵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局进行。这里注意，狂战一定是先手，战斗牧师雇佣兵是后手。应该后手狂战，我觉得可能是可以打这个对局，但是因为现在的比赛机制当中，基本上不可能选到后手狂，偶尔会有人放后手狂，但几乎不会，所以我后手狂战就没有过多的测试。本次主题只管先手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对局介绍。好，我们进入了第一场比赛的界面，这是我用自己左右手在 Watches Online 上进行拆棋的结果。这里提前说一下，我的分类讨论是有关于双方不同棋手牌的情况进行一个讨论。当然，我会摘选出一些我认为的会造成不同打法变化的一些中间结果来进行讨论。然后这里一般我不讨论双方有巨大卡手的情况，因为巨大卡手基本上是大劣势，这件事情是公认的。我们讨论一些正常可以接受范围的一些棋手牌情况。这里狂战士我永远是让他六避开，当然也同时也有个好处是它会导致我的狂战士在某些手的情况下是稳定的。然后这里首先会看一下雇佣兵的手牌，这一场是雇佣兵手牌比较好的情况。六避开提前说一下，哎，这里打了个是个五避开啊，但是结果应该是跟六避开是一样的。简单说一下六避开的情况，这边应该是狂战方这里应该是可以贴了，然后有另外的一个单位来去叠在这个点上。呃，狂战是这里叠了，然后拿另外一个单位是去招一下狂战，这样子背包里就是两级狂战在这里，背包里是两个狂战，三个队友加一个加速币，应该是正正好好六避开，这是一种狂战六避开的方式。还有一种狂战的六避开呢，是因为这里有雇佣兵的存在啊，雇佣兵第一回合是如果狂战只走一步，他会遭到雇佣兵的忌惮，就是雇佣兵可以冲上来杀死狂战的，所以狂战如果被迫开在外面，就是被迫走出一步，他要斜走一步，斜走一步以后意味着是一个单位双叠叠在点上，一个单位是单叠叠在点上，背包里是三个狂战，一个家族 B，一个队友 A，一个走出来的队友 B，也是六个 B，两种情况都是六 B 开，并且他们距离雇佣兵的距离其实是一样远的，就是回合结束，狂战都可以走一步走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两种开局狂战方的走的步数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对狂战的起手牌做额外的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雇佣兵方的起手牌。雇佣兵方，这里是一个6币的开。这里我应该是起手牌手牌不好，我应该是有调整过。这里应该就是直接走了。对的，这一手牌当中，雇佣兵方的手牌是没有到极致的完美吧？狂战方永远是这样子啊，狂战方只要是6币开，无论是贴点上两个队友走出来，还是狂战自己走到这里，然后在两个队友贴点上，他在这里面应该是32手，也准确说是30手，30，因为他雇佣兵会在这个游戏当中会算多手，在30手之后呢，狂战走在这个位置。所以说狂战的结论是几乎是稳定的，狂战的行动速度几乎是稳定的。这里基本上只讨论狂战的打法上的问题。这里第一步，我们先讨论狂战把所有的队友尽可能的提早贴光，然后一个人出去试图砍翻两个人的情况，看一下整个形势的优劣以及双方的策略是什么。这里雇佣兵方基本上是一个2级在这里完成控制的一个局面。雇佣兵方在2回合的时候，这里是一个6币开，其实不太常见，但是我还是把这一局采纳过了，因为这是我早期拆局的情况，那个拆的可能不是特别的细致，但是我会在发言当中跟大家说清楚。这里雇佣兵是2级走上点，然后我应该是开局2招的顾吧，就不多说，然后1招的顾。我们看一下这手是怎么走上来的。我开局是雇佣兵没有叠，走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导致第2回合是可以完成这样的操作，就是2级的雇佣兵在这个位置去叠了，然后战斗牧师刚刚上点。好，这是双方进行了15手牌之后，各自进行15手牌之后的一个情况。背包当中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战斗牧师已经完成了，战斗牧师已经毕业了，但是没有控制脚下的点。雇佣兵是一个2级控点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狂战是第一时间是可以杀雇佣兵的，然后雇佣兵再贴在点上，雇佣兵方不是特别亏。这里将讨论狂战杀雇佣的情况。当时这个狂战因为考虑到杀雇佣不是特别亏，就没怎么动。然后这边雇佣先叠。就没有考虑先杀啊，他就上点了。然后这边招了一个步兵，这里其实打法不是那么正确，但是不重要。然后战斗牧师是控完之后叠了3，狂战士把这个点控掉。然后下一手是最理想手牌，这里雇佣兵上点，这里我们将讨论一下，我们将看一下这里狂战士把雇佣兵砍掉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里狂战直接把雇佣兵砍掉，然后战斗牧师上来。这里是狂战是可见我们狂战是来不及，是没有办法杀2个单位的。这边放狂战是准备躲，这里雇佣兵招了一个剑士，因为狂战无论如何杀不掉这个战木，你愿意躲你就躲，我就招剑士继续走一个无限战木的情况。这边步兵再控制，我们可以看到狂战要么无限的躲，然后这里雇佣兵一个拉仙就将狂战杀死。要么就是狂战接着往后躲，这边战斗牧师根本不需要交拉仙，然后控制。即将我们看到这个剑士马上就跑点赢了，这是可以见到啊。这边杀死雇佣兵是一个狂战士非常劣势的对局，几乎在这个位置杀死雇佣兵几乎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最终狂战应该是不出意外的投降了狂战是在这边投降。这是第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种情况，也就是狂战士要去砍战木的情况。这里还是正常开，我们这里也能看到战斗牧师方的开局是什么样子。这边战斗牧师方开局是雇佣兵一叠，战斗牧师走出来，元帅叠在这里，然后再一招战斗牧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5币开的战斗牧师，队友是在这个位置的，5币开。这个时候第一手你抽到了雇佣兵，这个时候你是可以选择用雇佣兵上这个点的。狂战士，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某一种经典6币开的方式，双队友走出，然后狂战双叠在点上。两种开局方式在这个对局当中，我认为影响不是特别大，
有微小的影响，但是几乎不影响胜率啊，准确说还是影响一点的，但是非常小。好，狂战士这边就不看了啊，完全采用正常的6避开策略，队友全叠，队友先全叠，然后狂战一步走上。哎，我们点快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战斗牧师是6避开之后，他再去用第2个家族币招完以后，就是这里是一个1/3摸雇佣兵的概率啊，这里有1/3概率摸到了雇佣兵，然后就可以用雇佣兵去把这个点控掉了，这是个赌概率的行为啊。但是我们要我就是在这里看一下雇佣兵方特别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正常来说，我们这里1/3概率可能不敢赌，但是之后的情况就是不是2级雇佣兵走上来控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做分析。我们这里就只分析雇佣兵方手牌特别好的情况。狂战士完成了15手之后的运营布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局面。雇佣兵方控完之后，瞬间摸到第2个战幕叠完，这里情况就是战幕方4点，2级雇佣兵已完成控制，2级战幕已毕业已完成控制，比上几期我们看到的是更快了一点的。然后手牌当中摸到了雇佣兵、战斗牧师、家族币。狂战这里唯一的选择先叠毫无问题，这里也叠，然后狂战这里招了步兵了。这个打法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无所谓。我们这里看一下砍战幕是什么情况，然后战幕这里就叠了。理论上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啊，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这里已知我们要测试狂战砍战幕的情况，就是看一下狂战砍战幕会发生什么样子。然后狂战进入了个这样子3B啊，狂战就不再去动掉了。然后 C 一手把雇佣兵 C 上来，然后狂战这里是无脑砍战幕，只能在这个位置砍，所以其实雇佣兵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都无所谓。战幕点下来，这里已经没有狂战了，步兵往前走就让他往前走。好，然后战斗牧师雇佣兵能往前走，这里狂战已经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就赶快再招个步了。然后并且正好这个手牌也没有特别好吧，然后就把狂战砍了。下一手牌正好是顾白，然后这里步兵去压迫这个点，避免剑士去来再做这件事情。然后这边还是招了剑士，然后雇佣兵往这里走，然后狂战无脑怼在这里，然后剑士再出来。这里就直接投了，因为基本上没有，就是这边一看就是这个剑士在叠完之后，狂战只能点在这里，然后把狂战永远砍完之后上点控制就可以了，然后并且雇佣兵方还是后手，这里游戏就直接投掉了。我们可以看见砍战幕也是一个比较劣的对局，所以说当然狂战是这里双方还没有打到最优的情况，我是因为这也是我在早期测试当中的一些局面，所以一开始没有办法找到特别优的情况，也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狂战砍雇佣和砍战幕都不是一个特别好接受的对局，但是狂战是也有机会赢的。下一把我们看一下狂战的赢的概率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狂战是一些赢的可能性啊，这局应该是这里我们也就直接快进到经典对局。这里看一下啊，这里这一个5B开的战幕啊，这里就比较好了，它这里啊，它是可以叠掉，这它第一手是没有家族币，你看到吗？这样子的话，它用雇佣兵上点以后，再叠掉这个再叠掉这个雇佣兵再叠掉这个元帅之后，后一手啊是1/2概率去摸战幕，摸这个雇佣兵。然后由于开局是1招的这个战幕还是要走上来，否则叠完之后下回合仅能走上点，这个家族币就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完成控制。所以这个起手是你最可以去摊的，有一半的概率是连摸双雇佣，双雇佣之后，这个雇佣就可以在这个点上控掉了。这里为什么雇佣要上点而不是？我是推荐这里雇佣上点的。原因也可以待会儿在这一局结束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老四的那个棋谱其实我有看过，但是我没有参透曹大师的用意，我就不多做点评了。我这边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对局常规的使用的一些打法。好，完成所有的配置，就是这里招一个，还是和上一手是一样的啊。2级已控制的雇佣，毕业已控制的战幕，
以及狂战是3级走出来一步的状态进行开始对打。这里砍不砍雇佣都一样，就先叠，雇佣叠，这里空过，这里先空过，这个位置是不会拉先的，也不一定要再招什么东西，这里就先空过。这里空过是合理选择，上一把的谍战木是一个不合理选择，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这里他招了个雇佣兵，一样，完了，这里招了雇佣兵，其实是一样的，招雇佣兵，这里的选择是砍雇佣，然后战木走上来，这里我们看一下手牌，狂战完成脱衣之后。是2/5的概率摸3连狂，然后因为是五个币，看家族币落在哪儿，家族币落前3手就是2连狂，落后2手就3连狂。首先这里是40%的概率，然后战木走上来，这里 C 雇佣应该是对的，但是这里千万不要叠战木，不要先叠战木，先叠战木亏一点。战木走上来，这里看一下战木方的手牌概率，战木方必抽1战木，所以战木方是1/3概率摸成这样子。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摸上3连狂对上单战木，这个对局当中可能不 C 雇佣兵就不太知道啊。我们先不讨论不 C 雇佣兵的情况，这边 C 雇佣兵肯定是要给这个点去压力的，然后狂战去交了狂战把雇佣兵砍掉，然后。因为如果你不 C 雇佣兵，狂战去砍雇佣兵的话，这个战木方啊是一定是必抽两战木的。这里抽2战木，我们大家蘑菇是不是就没办法打？因为这里走上来之后，狂战没有办法砍掉这个战木，狂战得躲，往这个位置躲，然后战木对，如果是2战木的话，就是战木跟上来，狂战还得躲，战木再跟上来拉先就杀狂战了。这是2战木对2狂战的情况，是拉先必能杀，大家能明白吗？那2狂战对1战木呢？就是如果这里是个家族币，先躲上来，再躲，然后对，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先叠，这里就很尴尬，这里被迫拉先，拉先以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因为狂战还有最后一动就要跑掉了。那如果说是单战木对2狂战呢，就意味着这个狂战是1级躲开的，大家能明白吗？这里是3狂战，如果这里是个家族币，先躲，然后它这里是单战木吧，我们是单战木打2狂战的情况，雇佣落下来，狂战这边只能 pass， 他拉先，狂战得再跑一步，这里跑的位置不太对啊，应该是躲开他，但是我就，否则是你这边是能杀狂战的嘛，但是他往这边躲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对，大差不差，有些就是拆局当中的小瑕疵，我会在这边口头上和大家说出来，但是不影响结论。这边再来之后这边因为先手来了嘛，这边肯定是再走一步是不合理的。你这回合仅能手上点，他狂战一叠就把你砍了，那走这里其实是一样道理嘛，这边先叠没问题，狂战也就再叠，这里召剑士准备去反这个点了，然后这边也空过，这边是空过，对，先不急，拉先没太大意义。这里是选择走了一步，想要这边就是准确解法啊，应该还是走远一点会稍微合理一点。但是走上去就是给他送他砍嘛，这边狂战肯定砍了，这边看一下狂战有没有机会反点。那狂战站在这个位置和距离这个点是一样的，狂战再叠，然后这边再召剑，这边已经没了。这回合剑士刚走出来，我们看一下，这里狂战是非常好的起手啊，因为他又连了一个3连狂，这里3连狂的概率应该是1/2，这里3连狂的概率是1/2，因为背包里有一个狂战，是4个狂战，对，就4个币摸2个，是1/2概率是摸3连狂。我们看一下3连狂的操作，这里先砍了这个点，其实一样，3连狂后接2连狂，然后这里我们注意一些狂战使用的细节啊，狂战在这个回合尽可能把衣服脱完，虽然下个回合必然是两狂战，但是把衣服脱完，我们看到背包当中
因为你把衣服脱完了，此时此刻背包当中又洗进去2个狂战，导致这个2狂战的这个回合的下一个回合变成了2/3的概率3连狂。如果你不把衣服脱完，就是重新就是下个回合还是一个1/3的概率去摸一个不对，是40%的概率摸一个3连狂。这样的话大大提升你摸3连狂的概率，相当于你是5个币的背包，但是打出了6个币的效果。如果是3连狂接2连狂接3连狂接2连狂，就是打出这样子一个效果吧。所以狂战是尽可能把衣服脱完，这是一个狂战使用技巧，在这里先提一下。接下来开始反点节奏，可以再反这个点。那其实一样，狂战也可以反这个点，距离可能更近一点。这里这里跟剑士跟狂战跑点，再跑啊，这里剑士都是发能力的，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啊。这里基本上狂战非常的糊，这里狂战是所有正确选择，这边剑士就很尴尬。狂战再叠，好，这里狂战就直接赢了。我这边过得比较快，然后也不是特别典型，但是正常来说，你狂战如果在这个位置，就先反这个点，再去这个点，这个点是空的嘛，再反雇佣兵的这个点啊。然后因为这里的狂战从这里出发跑到这里是个4步，所以它再反这个点其实是速度是一样快的。狂战把1、2、3、4、5点拿下之后，就直接跑点就能赢。当中剑士只要抽的不是特别好，狂战是能返回来的。但无论怎么说啊，之后我认为狂战苟住之后和这边的白板队友进行跑点以后，是狂战优了，一定程度上是狂战优了一点，对的，狂战优一点。但是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局面，这一刻不对，这个回合狂战必须拿到3连狂对单战木才有机会苟活下来，2连狂2狂对单木都不太行，那3狂对2木也不太行，大家能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一定是3狂打1木，狂战在这个对局当中是可以先后砍完2个单位，然后再苟活下来的。然后仔细的拆过，我仔细的拆过，这里结论也就告诉大家，这局不是最典型，大家也能挑出瑕疵说，战木方可以走得更好啊之类的。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大家记住了，也就是说40%的概率再去乘以一个1/3的概率，也就是2/5乘以1/3，大概是15/2的概率，狂战是能有机会去苟下来。所以说你狂战被迫选择了这个局面的话，记得砍孤用。这里回头看一下啊，为什么砍孤用？砍孤用的好处呢，就是砍完以后啊，这里是个2级战木，战木呢是它虽然说是可以来贴你啊，贴你以后你再躲啊怎么样？但是总归是有喘息之间，就是你的狂战摸的比较多的话，你就可以远远的躲开，然后再让雇佣上点控制完再出来的话，你再回去再反砍他，然后再赌一个机会不能赢。这里战木呢是良好起手开局，也是导致这样的情况。这里我们跟大家提一下，起手开局的话，剑士走不出来，走出来的话卡自己背包，这里就没有办法最理想。这是鸡，剑士大概率是走不出来的，但是你可以赌一下你手牌更好，剑士走出来。但当然啊，我推荐大家不赌啊，因为狂战要赢的概率很低，对吗？我们也已经算到了2/15的概率才能勉强自己苟活下来。那将来你剑士抽的好，狂战抽的再差一点，也是剑士能赢的。这边告诉大家，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就是战木不要轻易3叠，轻易3叠的问题就很明显。像这把战木3叠了之后，狂战上去就把雇佣兵砍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是不是超级尴尬？然后你背包当中永远只有一雇佣，狂战就可以躲开以后再把你砍掉，这是战木失败的方式之一。所以说这里战木我的理解不要轻易3叠，除非你能算好你能赢啊，除非你能算好这边3叠以后还是相当不错的局面啊。正常来说，我觉得是不要3叠。3叠以后狂战，当然狂战，如果你发现战木3叠了以后，就上去砍孤用，砍完雇佣赌自己摸3连狂，你能跑掉，跑完以后再把战木砍了，能赢，真的能赢。然后其次第二个点，我为什么推荐大家把这个点控掉，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这个点控掉，你甚至都没办法叫杀。比方说你这边正常来不及控点的话啊，就是然后杀了孤用，他还是杀孤用嘛，战幕上来追加狂战，那我们还要面临一些，比如说单战幕对两狂战的情况，狂战也是能跑掉的，对吧？单战幕对两狂战，那你单战幕对两狂战，狂战能跑掉以后，狂战是一级跑掉之后，因为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局面，因为这个位置是两狂战齐手砍啊，两狂战齐手砍这边控完点后就不能走出来，就不太能走出来，对吧？如果是个单狂战的话，它砍战幕又是得等很久，所以说它是战幕是有机会威胁这个点位的。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雇佣兵所在的点不是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此时此刻5点叫杀。那狂战是可以再留你一会儿，你战斗牧师控完这个点，对吧？我走在这个位置把你砍了，然后我开始反你点，对吧？这个点还不是控掉的，你剑士是没有办法叫杀，你剑士要连翻2个点才行，对吗？所以说我极其推荐大家去用雇佣兵把这个点去把它占掉。所以说，在这个对局之后，我们意识到了2个点啊，就是通过狂战怎么赢，意识到2个点：战务不要轻易3叠，以及雇佣兵最好把这个点控了。这是我对这个对局的建议。当然，目前此时此刻所有的理解是基于我的拆棋理论，我也有一定没有发现的地方，我的理论也有可能成为落后的那一天。我这里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分享的话，可以来我的评论区下面把一些更好的解法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愿意分享的话，请你悄咪咪告诉我，我是不会说出去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雇佣兵方棋手没有那么完美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看雇佣兵方手牌没有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如何面对这个对局的。那开局的起手牌是这样子：招雇出门。我们发现这里是蓝胖是一定要出门，没有办法，那蓝胖这里出门，战幕贴这儿，元帅贴这儿，狂战方是正常开。好，不对，2回合呢是个4比，但是没摸固，就必然是不能双固上去控点了。这里是没摸固的情况，这里蓝胖优先叠掉，无所谓，这个对局可以叠。狂战再走，好，这里战幕控点完成，进入这样子尴尬情况。我们知道啊，这里2级上来是不理想的。我们简单算一下，这里如果2级上来，你完成一下，也可以再用这个东西完成一下控制嘛，也可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要去招战幕，2级上来，战幕毕业这里控制，就是比之前慢了一步，就是因为没有快速的摸雇佣兵，可能多摸了战幕之类的情况，导致这边的雇佣兵走得慢了。那狂战这个回合结束是他一招狂，一动走出来。如果你雇佣兵在点上不控制，他下回第一时间就把你砍了。然后你此时此刻2战幕嘛，就再说嘛，再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情况，你没有完成控点，虽然你必然是双战幕，你可能是双战幕吧，因为你背包里可能还有一个固，可能是双战幕，什么双战幕对但是他有可能3连狂啊，躲掉或者就是单战幕对2连狂，对面就一定可以躲掉，躲开你，你再把这点控了，我再慢慢回来砍你，这里就非常不理想。这里的给大家推荐的解是这样子：叠完以后招个雇佣兵走上去，这里可以招的，因为我们在回想上之前比较有利对局的这个棋手牌当中，雇佣兵在这个位置控完点之后，还是要被迫 C 雇佣兵 C 出来，出来试图给这个点威胁，然后逼迫你狂战去砍人，对吗？所以说在这个对局当中，你把雇佣兵招到4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所以，那我3级在这个点上，你狂战总砍不掉我吧？并且此时此刻我的背包必然是战斗牧师、雇佣兵加速币，狂战先叠我就先控了，接下来你再砍我就无所谓了，我战幕走出来就好了。这里狂战就再砍这边招完战幕走出来，这里是个3连狂对2连战幕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必杀狂战的，这里是必可以靠拉先杀狂战。我认为狂战应该是大裂，但是因为这个对局是元帅不是元帅，骑士走出来一步的对局，这里应该是轻松胜，上点贴控制拿到了这个加速币，然后招元帅招骑士走上来，
狂战刚刚好只能砍掉这个战幕，然后砍完以后叠一个，你再砍一个拉仙，骑士就赢了。这个对局是不是有几个有利的点？就是骑士是走出来一步的，然后这个上点非常之怪，狂战是根本挡不住。然后我们除此之外也又意识到了一点，就是3级雇佣兵 C 一下走上来，在这个对局当中好像不影响什么，几乎不影响胜率。因为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去雇佣兵去走4个的，然后战斗牧师，战斗牧师下一圈那个加速币再去招战斗牧师嘛，因为本来是先招战斗牧师再招雇佣兵，现在是先招雇佣兵再招战斗牧师，从结局来看是一样的。这里还是一个蓝炮走出来的局更好赢，当然有的局你的队友是没办法走出来的，你为了保证自己战斗牧师和雇佣兵的手牌一些良好的情况下来说，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弱侧队友必然走出来的，这是棋手牌告诉你的事情。那但是我们总体上来说已经得知了，战斗牧师雇佣兵在这个情况下来说还是非常之有利的一个对局。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相对手牌不理想情况下来说，杀战幕会发生什么情况。这里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论基础推论，杀战幕应该也是裂的。这里只是这局仅供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裂。好，这边还是我前面就不给大家多看了，这边是双方完成了各自的前15手的布局。狂战先开，这边狂战先叠，这里先控，然后狂战空过，然后这边再招一个战幕，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杀战幕的，上去把战幕砍了，然后战幕就落下来。这个地方因为背包当中还有战幕，这个正常的思路是因为砍，然后这边就直接走上来。你愿意上点，我就刀把你砍掉。这狂战得逃，对吧？正常思路是狂战得逃，再 C 一个上去，狂战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然后把战幕落下来，狂战仅能砍一下，然后你把狂战砍掉，对吧？这里我们再简单回看一下，这边砍完其实是摸了2狂战的，这里摸3狂战。想想，这个第一下的这个战幕应该是必然要砍掉的，第2个战幕可以不砍，然后他 C 一下走上来。如果说你就这里很明显啊，就是你如果硬叠的话，就是别人就一刀把你，就是给你来一刀，来完一刀之后你就砍不动一个3级雇佣兵了。所以说这里我们会发现啊，砍战幕的情况下来说，狂战几乎没有胜率，原因在于他无处可躲，这个地方被夹死了，你往后退，这个雇佣兵只要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对局当中，砍边路的这个人啊，是一个几乎是个必败吧。我是想不出来狂战怎么赢，这就是雇佣兵不犯错的情况下，狂战好像是没有办法有解的，因为狂战无处可躲，他往这里退，这边一送，就直接压死了。所以说很明显啊，在这个对局我们分析到如此多的情况下来说，雇佣兵不要轻易的3叠，战斗牧师不要轻易的3叠。2，雇佣兵先叠 C 上点再控制，不太影响胜率。3，雇佣兵还是比较希望能把这个点控掉的。4，狂战如果要找一丝胜机，就应该先砍雇佣兵，而不是先砍战幕。这是我对这个局的理解啊，暂时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好，这里就给大家分析一下。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战幕雇佣兵方手牌更差一点的情况的一些局势的情况。这里值得说的一点啊，这边我不考虑手牌最差，比如说雇佣兵都走不出来的情况，我基本上考虑棋手需要3招的情况。3招基本上就是招一下雇佣兵，然后招2下战幕，然后接下来家族兵将没有用了。然后大概怎么会走成这样的局面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这边大家请忽视狂战方，狂战方永远是个标准开，我们也就不讨论狂战方更糟糕的情况了。然后这边再简单说一下，狂战方应该是不太能有更好的棋手牌情况，少招，因为这个地方狂战是需要毕业的。大家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棋手牌，就是说无论如何，狂战只能在就是15手牌之后达成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是不太能走得更快的，除非你直的往前走一步，然后是一个6逼开，这是可以走得更快的。但是因为雇佣兵的存在，我们不再考虑这个狂战直走一步的情况，因为我们假定狂战大概率是要面对雇佣兵的威胁不敢直走的，
狂战只敢叠在点上或者斜走一步。OK， 所以说狂战不太能存在持有牌更好的情况。那狂战少招一下，会不会持有牌更好呢？我按照之前的理论上来说是一般，应该是因为你还是要等到狂战毕业，你开局一招就意味着你后面两手的情况下，你还是要你还是需要两招。狂战不太能动的太多，就狂战手牌特别好，我们也就不去再考虑了，不去再考虑了。这边我们直接看一下雇佣兵战幕手牌不太理想的情况。这里狂战就是斜开的，这里斜开很标准，因为摸狂战了必须斜开。好，这边是应该是已经完成了两招，应该已经完成了三招，大家看到了吗？因为开局是家族币，这样子的开，为了不卡手，就只能开局两招战幕，然后元帅在这里，然后第二手是，对，第二手又卡了，这边是必卡的，因为已经两招战幕了嘛，就只能再卡一下。好，走出来，这就是开局三招的战斗牧师雇佣兵，并且是一个7币背包。但是这里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战幕的7币就是6币，大家能明白吗？战幕的7币就是6币。哎，对，因为是3+4，战幕的7币就是6币，因为战幕可以控一下，就是这15手牌之中，战幕可以把它的袋子去摸干净的，所以战幕方的结局是一个稳定状态。此时此刻和狂战变得一样了，是一个稳定状态。我们看一下稳定状态之后结果。好，这边叠掉，这里招雇佣啊，这里就是前面经典，你已经这么慢了，肯定是3叠的情况。好，3叠，好，完成。那我们仔细来审视一下啊，这里发生了啥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哎，战幕方是不是几乎没有慢？这就是我之前想说的一点，就是从我在拆棋当中也意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就是你开局多招不见得会慢啊，除非你的单位卡着出不来。如果你是这些东西都是将来要招掉的话，是不见得会慢。它唯一改变的是之后你抽主力单位、次主力单位之间的或者不同单位之间的频率，这件事情会被改变。是有些随机性在里边。但是如果你的背包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比如战幕的7币和普通人的6币，那基本上你是可以接受一个稳定状态的。有的时候我们将来如果再去拆轻骑兵对局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发现，开局有时候一招还不如两招，因为你有可能导致你的主力单位轻骑兵频率降低，从而导致一些更尴尬的事情发生。而两招之后，你进入个6币，变成一个稳定状态之后，必然能摸3下轻骑兵。这个当然是后续我可以出一些简单的总结，或者说我们拆到相关对局当中去看。那这里影响什么吗？这里是影响的。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如果大家还有回忆的话，之前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表面上看完成的东西是一样，但是背包是不一样的。之前是背包当中是没有第二个战斗牧师的，是一战幕。之前的背包是一战幕。而此时此刻背包是2战幕，这就意味着你的背包此时此刻有可能面临一个没雇佣的情况。那这里是有雇佣的，所以结论就跟我前面完全一样，对吧？这里去砍雇佣以后，这边再走出来，然后进入一个3连狂和单战幕的比拼。我们再回到这个关键棋手，回看一下，回到这个界面，我再重复一遍。所有的子力的速度完全没有变化，是一致的。但是背包不同，如果你摸固木白，那么和前面的情况几乎相同，并且准确的说比前面更好，因为原来的棋手牌，我们打完这个之后，我们看一下，狂战选择砍孤用，这是唯一的圣节。如果说背包是空的话，你下面裸摸单战幕的概率是1/2。但是你这样子开之后摸你，然后这一手抽到了木固白，那情况是完全一样。然后下一手摸单战幕的概率变成了1/3，就是摸单战幕的情况降低了。这就是，但是前提是
你得摸木固白啊。你摸木固白的概率是不是也只有一半呢？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其实是你只有一半的情况摸到木固白，最不理想的情况是摸战斗牧师、战斗牧师白这样的狂战一叠。你为了把这个点控掉，你需要用家族币再招一个雇佣兵。这个待会儿我们会来给大家分析，看一下情况到底怎么样。或者你摸战斗牧师、战斗牧师和雇佣兵的话，你可能需要雇佣兵控掉，狂战把你砍了以后，你可能需要拿一个战斗牧师去 pass， 因为你不太能叠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叠三可能是个败招，对面把你雇佣兵砍了之后，你必然只有一战木。那叠三可能是败招，你可能把一个战斗牧师去 pass，pass 完之后，狂战一砍之后你再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下个回合摸双战木摸单战木的概率反而又提高了，变成了2/3。所以综合来看啊，还是大家能不起手卡手还是不起手卡手，结合2回合的手牌综合，不见得胜率有提高啊。但是，一旦你摸了这个木固白，你下回合摸单战木的情况是不是必然提高了啊？对吧？那这一局我们正好看一下，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个队友走出来，你控这个点是很慢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对局，我们仔细拆一下。这里应该我觉得我没有走失误，这边走上来，然后我们最不理想的情况出现了，单战木打3狂战，狂战躲这个位置，对，贴固，然后你贴固以后，你不马上跟狂战必叠，拉先，狂战跑，这是跑到一个合理位置，这是正确的合理位置。这里我觉得我这一把我应该拆的非常的细，那你只能上点，上点控了以后叠3，很合理吧？然后再招这个元帅，准备可以杀出来了，狂战叠，招元帅，狂战这里边直接拉先，直接拉先是正解啊。然后这边雇佣兵是不能叠4啊，这个战斗部是不能叠4，叠4以后背包变两个了，然后就空过了一下。当然这边还有一个选择是招元帅，可能我认为招元帅更好，然后下回合元帅就冲出来。如果你摸的最糊的话，元帅战木。这里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是招元帅啊，这里就给大家看看不招元帅的情况。不招元帅狂战是有可能翻嘛？先看一下，这回合肯定是上去砍战木了，这里要先砍掉啊，这里不要下回合再砍啊。又回到那个3连狂的问题，这个回合如果砍掉的话，3连狂是1半概率，要先砍，砍完之后摸3连狂啊，再砍啊，就千万不要贴上去，下回合再砍。那你就是必然是两狂战，这边严重降低狂战走路速度，对吧？再出，我再先叠，因为你不能动了。元帅动，砍上点，我们永远在回合结束的时候让狂战尽可能脱衣服，这是我给大家用狂战真言。我已经把毕生绝学都告诉大家，怎么玩狂战都告诉大家了，我毫无保留。那个在这里啊，既然我已经毫无保留，那希望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那个点赞来个点赞关注3连啊，是这样子对吧？点赞3注关联，我第一次要3连啊，毕竟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好，这边再招狂没问题，再招元帅，这里元帅已经招满了，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跑点之路嘛。这里我们看一下，狂战如果每5币打出6币效果，会有多少的容错率？这里打错了，应该动掉，应该 pass 以后动掉，但不关键了。然后我因为是可以 N 度的，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就永远让狂战摸三连狂。这里我就没有仔细去操控元帅的概率。我们可以看看下回合如果是3连元帅的话是怎么样。这边触发了一个 bug，我忘了我有没有走三连帅。这里控啊，我看看啊，我空过以后触发了一个 bug， 对，这回合，这回怎么先后手也变化了？这里因为我好像连续 N 度这件事情导致先后手发生了变化。
啊，对，这里因为是触发了网站这个 bug，导致这里先后手发生变化了。但我们简单看一下吧，因为不太影响结论，所以我就把这局保留了下来。元帅再走，元帅已经走了2下了，元帅控。这里是我让他打了个3连帅，就是3连狂对3连帅。这里狂战不敢走，不敢动，哦，再动，狂战砍，再动，狂战上，这里拉线能赢，对吧？因为前一手是3连元帅，这里拉线就赢了啊。因为这里是连续的，所以说我们再回头再总结这个局，如果狂战拉到满周满啊，这里狂战应该是没有一次能摸3连狂的情况下没摸3连狂，那就必须元帅出来的第一回合，有2个回合，元帅有2个回合的机会，就这里的白板队友有2个回合的机会去摸3连元帅，然后拉先能赢。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边不太稳，确实这边不太稳。如果你从底线走出来的话，这边不是特别稳。我认为狂战可能还稍微优一点吧，毕竟和狂战跑点，狂战优很正常嘛。好，这里就不多测了啊，这边就回看这个结果，大家知道了以下几个点，就是最差情况下也不见得很差。然后狂战要怎么赢呢？还是得这边几个1/3摸3连元帅摸不到，然后自己每次摸三连狂的时候能摸到，然后狂战是能赢的，所以综合概率狂战其实还是不是很高，应该不是很高。好的，我们下一局就来看一下，就是那个雇佣兵手牌不好。话不多说啊，我已经把所有的棋子给大家摆好了。这一手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就是正好没有抽雇佣兵的情况。这里是被迫用家族币招一下雇佣兵，把这个点控了。那这个时候背包会变得相对比较乱，然后又站务还是前面的老思路，叠了以后把你砍了之后，你必然只有一战步，比较的难受，比较的难受哦。你甚至有什么拉线杀人的机会都没有。哦，对，这个时候狂战一退，你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上去，可能是还是该上去赌一下，对吧？比较的难受。好，这里去砍掉他，战不出，然后下回摸了咕咕白，然后抢先，然后就躲，让人躲开。这里只能再起来，再叠掉啊、再上来。刚叠之后，然后他再把这边点控掉，再走3。那狂战是很高概率能苟住了嘛？然后接下来再拼一个后期，又回到了刚刚的局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差的情况，战木方也没有太差，还是可以稳稳的进入和对面死拼下一把的情况。这边应该是，哎，他怎么 pass？这边砍掉啊、这边砍掉。这边其实账目应该叠4啊、我是没有打好。叠4的话，其实是要把这个先逼掉，这样子的话就是先还没逼掉，因为此时此刻的后手方已经是狂战士了嘛，就少逼一先，然后导致背包里砍一下，这里其实弹幕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弹幕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还是原来那个剧情就是返点的剧情，但是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弹幕还是优的。你吓退了这个狂战，然后雇佣兵呢，就是这边叠成了两级在这个位置，然后你也没有慢太多，然后再跟对面跑一次点，因为这个地方是2级雇佣兵，砍起来也是比较费劲的。这次应该没 bug，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好，摸3连步了，这边狂战其实是应该走边上，哎，两步就直接叫杀了。这里狂战还是练，还是练，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即便抽到最差情况，就是战木白，是我们之前理解的最差情况。那而且后面一手又没有战木，抽了一个咕咕白，又没有抽到战木，但还是依靠拉先啊。当然这里打的是两连狂啊，我们看一下。这边狂战跑掉是打一个2连狂，也是一个60%概率，但毕竟3连狂靠那个嘛，这边靠一个拉先去威吓一下这个狂战士 P，让这个狂战士后退一步，然后再
叠完这里之后再上点。那这里叠完再上点之后，也不见得有太多劣势，因为这两个雇佣兵是实打实的卡死在这里，不让你狂战去把这个点控掉，两边位置是完全一模一样，就不让你把这个点控掉，然后给步兵争取足够多的时间。那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劣势太多，所以这边战斗牧师还有操作失误，所以他打一个2连狂，就是爆了以后打2连狂是可以打的，是可以打的。所以说我们总体上来看出来，就是狂战要赢需要手牌非常好，然后总体上来说，战斗牧师和雇佣兵稍微卡手一下，也就是开局3招的情况下，也是我愿称之为一个大优，不过分吧。好的，那今天我基本上为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双方各自都只带白板，然后狂战选择把所有的队友叠光去砍掉一个单位，就是砍光2个单位再返点的一个机会。总的上来看说，狂战的胜率极其惨淡，但不是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天梯上知道这个对局啊，但凡对面有什么打错的地方，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吧？你就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你这边还是就是我们知道了战牧雇佣兵阵捷以后，一旦你拿狂战，发现比如说对面叠3了，你就应该果断的把雇佣兵砍了，或者雇佣兵来不及控，你就果断的把雇佣兵砍了，这都是能赢的一些机会，好吧？现在这里是讨论了一下狂战士方选择砍人的一个思路。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狂战方选择另一个策略，叫做各自上点，各自上点比速度吧。因为狂战方打一些对局是可以靠各自上点赢的，我们来简单的测试一下。正常来说，我相信大家的理解都是觉得战牧工兵快一点的，我们大概就看一下快多少。各自上点呢，就是狂战永远叠在这个点上了，两个队友出这个嘛，然后上点，反正你战牧工只走战牧工兵嘛。正常来说只走战牧工兵，我们看一下正常来说只走战牧工兵可行不可行？然后所有的别的单位大家都当白板啊，我都不太会触发他们的能力的。早期拆的时候我没有仔细抠这个细节，但是而且早期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拆的时候可能也打不出最优解，也都是在一次精雕细琢之后，知道这个对局对于双方来说最合理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然后直接进到各15手之后，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狂战也可以考虑走出来，也可以考虑叠在点上。叠在点上意思就是摸两个队友的频率更高一些。这里稍微有个地方打错了，这个家族币应该招弓箭手，就是招你能摸到的那个白板，有某一个白板。如果你摸到是A B C 的话，就 A B 白的话，就我觉得可能是去招谁好啊？可能是去招这个人好，然后这个人上去控这个点以后啊，狂战如果死了，狂战可以出在这儿，然后去威胁一下这个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就是如果没得选，你就招那个你摸到的，因为肯定你摸到的那个频率会更高一点嘛，应该招一下啊。如果你都摸到了，咱就去招这个，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简单看一下这里的手牌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狂战士就蹭上点，然后这里啊，给大家提一下，为什么战斗牧师可以叠3啊？是因为狂战士没有选择，就是这种棋手就是没有选择出来砍雇佣嘛。然后这个回合他也砍不了这个雇佣，因为离太远了，下回合才能砍雇佣。那你是这样子一个手牌的话，你就叠了他走出来是一个蛮合理的选择，对吧？你就贴他以后就是一个点，摸不到双狂战，你就几乎没法也不说吧，就很尴尬，摸不到双狂战就很尴尬，因为你会一回合被这个战斗师秒了，所以你被迫砍战牧，战牧就送他砍，然后上雇佣兵收拾这个狂战，这里是摸狂战了，我就把点控了，但应该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这边砍，然后再出，这边都很细节，然后这边应该是少招了一个弓，多招了一个弓的话，这回合是8臂背包，有一个弓箭手上点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回只能摸弓白狂，所以说雇佣兵是一定可以在这个回合上点的。你这个8臂真是猴年马月能控着这个点，所以雇佣兵一定是能把这个点反掉的。狂战应该是抽的还已经都蛮好了，这一抽是抽了一个4连狂，应该剩一个元帅，
剩一个蓝胖，狂上去，这样的话砍掉2级，稍微有点尴尬了。正常抽个正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重要。如果正常的话，砍2级之后，雇佣兵就上点，直接叫他了，对吧？这个摸3连狂还是不太一样，可以把雇佣兵砍成1，还不让他上点，再来，再砍，蓝炮走过来，再一个拉仙把你杀了啊！但是总的来说啊，我们简单的拆一下呢，这边再反拉仙，再把这个弓箭手打了。总体上来说，虽然后期可能稍微有点瑕疵，弓箭手也没有多招啊，并且我这个地方因为一些原因，这边是个弓箭手，正常应该是个白板对打的。那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战木雇佣兵方啊，其实优势很大。这边剑士上点准备叫杀了，我剑士到这边倒没有发能力，可以看，而且那个回合需要摸2连狂嘛，1/4概率摸2连狂，你才能把这个点控了。最后你也是拿不住这个点的。然后后面的手牌抽的相对好一点，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点能稳住，然后雇佣兵再上去砍掉它。那总体上来说，我们看到是雇佣兵快，对吧？雇佣兵会更快一点。然后总的来说也是雇佣兵战务方是拿到一个相对更优势一个对局。狂战士总归是死在这里的。这里简单的提一嘴啊，我就没有去走一步极限逻辑。极限呢，狂战是可以赢，是怎么赢呢？开局走一步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回合啊，你摸狂战啊，开局走一步走到这里，然后雇佣兵什么的也没来搞你，这样的话你是个7B吧？可能是一个7B。出门走一步，2个队友上点，哎，对，是一个7B。你要摸的特别好，走一步狂战，然后狂战这个回合又，比如说你第7个 B 是弩兵，然后这个回合狂战在这个位置，这个回合手牌满的，狂战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弩兵叠了一个狂战一个队友，然后这个回合雇佣那个战木要叠3才能走上来嘛，你就回合结束最后走上来嘛。哦，叠3也不行，对，得是对面摸一个什么，这个回合战木也摸的比较好嘛，他摸的是雇佣兵战木，你摸雇佣兵战木白，那战木刚刚叠3，然后你这个回合摸2个狂战加也不用2个狂战啊，开局走出来一步，对，开局走出来一步，你摸狂战，然后点弩兵，一个队友控点，然后狂战走上去控点，然后下回战木再贴出来，你直接偷战木点，这是一个狂战方很极限赢的方法，但前提1，狂战要直的走出来；2，然后你这一手可能得抽弩，然后就是手牌得抽的特别好，我算过，概率非常之低，可以靠各自上点赢，可以靠各自上点赢，但这种各自上点赢法是狂战士去偷最后一个点，得是战木雇佣兵相对不太好，狂战方这里抽的很好，才有机会去偷掉，靠狂战士偷掉第5点，就是你狂战走的足够快，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3级点控掉，你2个队友在点上，他们2个都不敢动，是根本不敢动，走出来一步，狂战就直接偷点了但是你提前对面走得快一点，提前压在这个点上，狂战士也不太好上这个点，上去上点控制，下回就被砍一刀，你也是记了，所以说。我也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总体上来说，狂战方走各自上点，也还是战斗模式雇佣兵优。OK，那额外再说一点啊，讲到最后我再说一点，如果说开局你雇佣兵先叠了2，导致狂战士能一步走出来，如果双方都是白板的情况下，我觉得这里是要猛 C 雇佣兵 C 到狂战边上，然后拉线把他干掉。这个先总归是要交的，不如早交，就拉先把他干掉，就是一定告诉狂战，你不能只走出来抢偷这一步，你愿意偷这一步，我就上来干翻你。这件事情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箴言，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只测狂战斜走一步和狂战叠在点上的情况，因为雇佣兵是没有办法去稳稳的击杀狂战的嘛。逻辑上也是可以啊，就是雇佣兵走，如果狂战斜走一步的话，雇佣兵蹭上来，然后拉先杀狂战，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已知这个已经很优势了嘛，我也就不太测太多了。但是我觉得狂战如果只走一步，雇佣兵上去干死他是要做的。好，
今天的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最后呢，也再给大家希望能多一些3连来支持我。本期呢只做一个战斗牧师雇佣兵的上集，下一集我们已经看到狂战士在这个对局当中是非常劣势的，下一集我们会讨论一些狂战方加入一些比较有能力的队友，这个局势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善？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我是贪图上芦苇，谢谢大家。